这是一部专门拍给变态看的电影，也是韩国首部被限制上映的惊悚片。据说它比恐怖片还要恐怖，导演曾删减多处镜头，却仍遭到下架和抵制。里面分尸的逼真场景，更是令无数韩国女性胆寒。友情提示：该片可能会引起心理不适，建议胆小的粉丝千万不要去看原片。故事开始，老王白天是个憨厚的校车司机，可一到晚上，他就化身为恶魔，专挑落单的女性下手。长得越漂亮，老王下手就越狠，什么钢管敲头、铡刀碎尸，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。这晚，老王在等待猎物时，遇到了一个车抛锚的美女。他看了看车内，确定没有其他人后，老王咧嘴一笑，直接就开始砸车窗。女人哪是老王的对手，没多久就被一锤砸晕过去。老王将女人拖到车外，然后带回了仓库。这里是老王平时分尸的地方。就在他思考今天用哪把刀趁手时，女人醒了过来。她祈求老王放过自己。왜？ 아이를 가졌어요. 살려주세요, 제발. 老王听后更兴奋了，这还买一送一，直接手起刀落把女人嘎了。完成分尸后，老王开始清理地上的血迹，全然没注意到一只戒指被冲进了下水道。第二天，小孩在河边玩耍时捡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装着人的耳朵。警方接到报案后，对这片河流展开地毯式搜索，没多久就找到了女人的脑袋。得知未婚妻惨死，松哥悲痛万分。身为特工的他暗自发誓，一定要让凶手100倍偿还。松哥利用职务之便，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老王，而此时的老王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。看着公交站等车的女孩，老王赶紧将车停下，表示可以载她一程。女孩见开车的是一辆校车，便放松警惕，坐到了副驾驶。当车开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时，女孩才察觉到不对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왜 이렇게 똥 씹은 얼굴 하는 건데? 이런 거 처음 봐? 老王还不知道，此时松哥已经摸到了他家。经过一番搜寻，他在一个保险柜里找到了大量女人的贴身衣物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房门突然打开，他靠近查看，发现地上满是血迹，并在下水道里找到了未婚妻的订婚戒指。此时的松哥心如刀绞，他不敢想象未婚妻遭受了怎样的折磨。与此同时，老王准备对女学生下手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校车已经被松哥装上了定位器。这次老王换了作案现场，他将女学生绑到了大棚内，然后用树枝挑开女孩的衣服。就在老王即将得逞时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异响。老王拿起镰刀朝门口走去，看到了一脸淡然的松哥。见对方是一个人，老王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毕竟镰刀在手，谁来干就完事儿了。但老王万万没想到，松哥的身份可是特工，其他方面可能不行，但论打架可是专业的。不到一个回合，老王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就在松哥搬起石头要砸死老王的时候，松哥犹豫了，想到惨死的未婚妻就这么轻易杀掉他，那也太便宜他了。于是松哥掏出追踪器，直接塞进了老王的嘴里，准备跟他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。松哥甚至担心对方伤势太重，还留了一大笔医药费，这搞得老王一头雾水。然而这次的教训并没有让老王收敛，反而在去诊所治疗手臂时，将目标锁定在了柜台前的护士身上。 그렇게 생긴 게 많겠다. 이렇게 이쁘게 생긴 아가씨가 남자친구가 없을까? 护士被吓坏了，然而他还不知道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 이거 봐서 봐. 쌍판되게 칼질하기 전에 빨리 벗어 이 씨발려나. 看着凶神恶煞的老王，小护士只能缓缓解开扣子，任由对方摆布。车里的松哥正好监听到了对话，直接就冲进屋内，对着老王就是一顿暴揍。老王拿起手术刀反抗，不料被松哥徒手抓住，顿时鲜血狂涌。看着面不改色的松哥，老王立马就怂了。就在这愣神的瞬间，松哥抓住他的衣领，一把甩在柜子上，彻底让他失去了反抗能力。接着，松哥拿出手术刀，挑断了老王的脚筋，疼得他吱哇乱叫。 松哥依然没有杀掉他，而是把他扔在了马路上。面对松哥的挑衅，老王异常愤怒，他找到同样是变态的同伙大壮，商量着一起对付松哥。这家伙不仅杀人，还会把人肉当成主食，变态程度完全不亚于老王啊！到了半夜，大壮准备宰个女人助助兴，就在要痛下杀手时，松哥突然出现。大壮猜到男人是谁，提刀就刺了过去，可他却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被一招制服。随后，松哥用铁链将大壮绑了起来。就在松哥准备对大壮用刑时，
老王闻声赶来，拿起喷子就是一枪。好在松哥反应够快，躲开了子弹，然后凭借着敏捷的身手迅速爬上了2楼。就在他探头查看时，突然遭到了大壮老婆的袭击。然而女人哪是松哥的对手，哐哐几拳直接就将对方放倒了。巨大的声响引起了老王的注意，松哥赶紧将携带的长钉撒下，老王端着喷子刚好踩在了钉子上。松哥抓住机会，迅速冲上前将老王一脚踹翻，接着拿起棍子对老王一顿暴揍。老王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桥洞底下。经过这次的事情，老王已经猜到身上被松哥装了追踪器，他火速来到药店，一口吞下整瓶的泻药，成功把追踪器拉了出来。接着打晕滴滴司机，将追踪器塞进了他的嘴里。摆脱追踪后，老王决定展开复仇。松哥察觉到不对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此时的老王已经来到了松哥老丈人的家里。这个杀人犯实在太嚣张了，不仅私闯民宅，将主人打得血肉模糊，还对其漂亮的女儿进行侵犯后杀害，然后抛尸在大街上。松哥得知家人遇害后后悔不已，正是自己一次次放过这个恶魔，才害得老丈人一家团灭。此时老王还给松哥打来电话，表示想抓我是不可能的，他现在要去警局自首，反正韩国没有死刑，只要进了监狱，松哥就拿他没办法了。很快老王驾车来到警局门口，他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央，充分暴露自己的位置，等待警方抓捕。可松哥怎么会让他得逞？不久后，松哥把老王带到他自己分尸的仓库。此时的老王还在不停叫嚣，松哥恨不得立马杀了他，但他不想老王死得那么轻松。松哥先是用螺丝刀刺穿他的老脸，让老王失去说话的能力，然后用绳子制作了一个机关，将另一头放在老王嘴里，只要他一松口，上面的铡刀就会掉下来，让他人头落地。松哥临走时又在旁边放了枚追踪器，方便得知他的下场。不久后，老王一家被松哥叫了过来，只要门一开，嘴里的绳子就会掉。老王急得不行，拼命呼喊不要进来，可家人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更加急切的想要进去。最终铡刀落下，结束了老王罪恶的一生。松哥大仇得报，却没有一点开心的情绪，反而哭得跟个孩子似的。要不是自己的傲慢，也许就不会害死未婚妻的家人，他将一辈子活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口味重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。